我就往里头一瞅，我往里头一瞅，坐在这边这个人就站起来了，他看着我，他就站起来了。我一看他脸，我一看他呢，你看还没见着过，就看着相片。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北海道那个爸爸吗？那札幌，哎，那个漂亮啊，那个干净啊，就是摸摸这儿也没有灰，摸摸那也没灰。我说怎么进了像进了天堂一样啊？”他完了，我换了，他说你不是我女儿，然后他就回来就开始耍疯了，但来了回来就喝酒。从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就喝酒，喝的醉醺醺的，就把东西扔东西。我就想，我9岁那年，我爸被养父被抓起来，我养母走投无路，小点没生活的时候，养母要上吊，然后我睡到半夜的时候，我发现了，我抱着养母哭，养母的绳子都系好了要上吊，养母就说：“我不能，你从小就没爹没妈，够可怜的。我再把你扔了，你这么点儿，我把你扔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为了你，我也不死。”我一寻思，我孩子们，我给他领到异国他乡，我要死了，我孩子们呢？然后我就第2天，我就跟那个帮助我那个老师，我就说了，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怎么的了，他就把我好个说，他说哪能那样呢？他说大伙都在帮助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要是干啥了，你也伤了大家的心了。是。你看我们这么些人都在帮你想办法。对呀，他说你这么遇到这个情况，我们也挺难受啊。是。他说另外一个，你能对得起你中国的养父母吗？养父母把你养活这么大，你跑到这块来死来，你要死还不如回中国死去。他就这么说。他把我好个说，他说这样吧，在这块也不行。他说北海道就这么点小地小城市，你找你还有他们家，你找也不好找。他说你上东京吧。他说我跟他们说一说，我让他们帮着你上东京。我说那你就帮着吧。完了，他就跟那边那些保蓝天，就是那个为人民服务那些人啊，就跟他们说让他上东京吧啊，他们就跟这个谁就是这个原来那个菅原先生就联系，说的怎么办好。然后菅原先生就说那就让他来东京吧。然后菅原先生就跟当时东京有个三户会。什么会？三户会。三户会。1、2、3的3。三户会。互相帮助的户。三户会。那个时候呢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三户会呢，就是从中国回来的人，不会日语啊什么的，帮着找工作啦，帮着安家啦，帮着什么，也到处也是就是做好事儿吧。就这个会就帮助些归国者会那个活动的，然后说的，那行，就以我们会的名义把他保过来吧。完了就把我保到东京来了。在东京，我到东京以后，那个就落在江东区。江东区。江东区吧，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一时寮，以期机那个就是一时，就是家里着火了没地方住了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呢？他那个时候就是救贫救困的那个，好像那个机构，就是在那里头住那个房间，就给我安排到那里头去了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就在我那是12月17号来的东京，然后呢12月22号就朝日新闻记者上我那去，给我出了一个大篇幅的报纸，因为他写的是那个大家都在高高兴兴的迎新年，就是クリスマス
都在苦力斯马斯过苦力斯马斯迎新年。可是东京有这么一家，一个妈妈领着3个孩子，孩子饿的肚子都直哭直叫妈。他来了这么一篇报纸，那是朝日新闻。应该是这个三互会联系的朝日新闻。不是，是那个菅原老先生，不就是在那个中国我见到他那个嘛？但不是他写的，是他让别人写的。要清水的记者写的。我清水盛彦卡兹西狗。这个记者他给我写的，哎呀，他完了写的呢，后面又写的是呢，这个人呢就这么困难，应该全体帮助他，有心的人帮助他，给他成立一个会儿，叫徐明支援思路会，就是支援我的会儿。完了，局长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千野诚治，就是说那个弄墓地的那个。然后呢，就后来就是全国各地就支援我，就是那个来信寄钱了，寄东西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日本那个时候生活非常好，是，所以他们都觉得很可怜，然后那个都支援我。但是我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嘛，一个前面还有办公室，不许见到我。就是那个，要是见的话，得通过办公室的人登记，然后才能见到我。一般人也不可以进来。再一个就是，会话的人行，会中国话的人可以，不会中国话的人没法沟通。对，不行。当时是那么定的。然后，所以钱什么的信都是到千野诚治事务局长嘛，他家的地点都到他那。可是我家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些日本人呢，他不听邪，就送点东西来哈，送个衣服了、鞋了、小孩的笔记本了什么的，让孩子学习了、画报了，他就有的时候呢，就搁着门口，不是就搁着办公室，他不有个办公室吗？办公室呢越干啥呢？他也不愿意收这些东西，他就说，你找了一个，就是残留夫人，就是那个过去在中国留在中国的残留夫人，她不是又会中国话又会日语啊，她就早上6点，找她来应对。哎，对，早上6点钟，她就到我家，把门一开，那嘎高一个桌子，她就坐那嘎达，看谁来了，她就登记，东西来了，她就那啥，就是当时那些回来的，她就分给他们那些人。这个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这也没有多长时间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说别这样了，就还是都送到那边去吧。我们这个因为寮嘛，它必定有约束的，而且这个寮都是贫困人的寮，不可以这么样。所以就结束了。后来我爱人他来不了啊。另外一个，我没有日本国籍不行啊，我也待不住啊。不能长期在待。对呀。然后呢，那个报纸上，就是这篇报纸出来以后，这个当时就是和律师就看了这篇报纸了，说为什么往回撵他？他不是日本孩子吗？他既然是日本孩子，为什么撵他回中国呢？是，也对。他就问那个千野诚治说。他没有户籍，没有日本籍，他没有日本籍可以办吗？他那个在日本的孤儿，生在日本，死在那没有爹妈的孤儿，不也可以得到日本籍吗？对。那么他怎么就不行呢？他说包在我身上，我给他办，想办法。我给他办，他不是律师吗？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就帮着我办这个。但12月30号我见的他。去见的卡哇伊先生和律师，我是24号登的报纸嘛，30号他见的我，然后他就把我这个就全就是委托他了，就是给我办国籍。等到第2年82年的5月，我就批下来了。裁判所吧批我的时候，把我招进去的时候，
就问我，这回给你日本籍，因为我们经过调查了，你确实是日本人。那个时候大使馆也都给出证明了。我的也有孤儿证明书，我的孤儿证明书是公证处开的。当时的公证处是在法院。具有法律效益的。对，他说那个大使馆说这是100%绝对没有错的，告诉咱这裁判所。裁判所就给我，他说那给你，他说但是你得叫名啊，日本名，你现在取名得日本籍不行啊。他说你叫日本名，我说那个，他说你前面叫个Yoshikawa Akiko，我说不能叫他名，因为他不是我父亲，对不对？他把我撵得这么惨，我还姓他姓，我不姓他姓。他说你姓啥？哎呦，我说那咋整？我姓啥？那我也没找着，我也不知道我姓啥。完了，正好当时那个翻译姓金村。他说那你就姓我的姓吧。金村，今天的金，村庄的村。金村。他说你就姓我的姓吧。那翻译说，我寻可也对，那我就姓翻译的姓。我说我姓翻译姓。他名呢？他说我养父母给我起的名叫徐明吧。那我就叫明子呗。完了就给我这个得到户籍了，是我金村明子。然后我这个有了日本国籍以后，我就开始让我爱人来了嘛。我是82年的5月份得的国籍，我爱人是83年的8月份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时候来必须得有工作，得有保证人。我没有工作，我没钱，也不能当保证人。完了后来又要求别人。我又求的别人。当时那些人吧挺好的了，就是因为我出了这个以后，然后那个时候啥，为啥认识这些老人了呢？这些老人都是去过中国的开拓团呐，还是义勇军啊，他都是从中国回来的。他们过年都开那个新年会，然后这个千野诚志就领着我去。然后我们家我一个女的领着3个孩子，无依无靠的，那嘎高一个基金盒，人都往那里扔钱。这不就是完了，这些人呢，但是人不是光扔钱，人他们都是对我可怜我嘛。完了就上我家来领着我玩啊，招呼我们呢，就领着孩子玩啊，就和日本人就有几个人就结成朋友了，就挺好，他们都互相帮助我。他们做的那个给我爱人做的保证人。没来。保证人来的日本，孩子也能念书了。孩子们就是到那以后啊，我的那个小的是1年级，因为他来前还不够年龄，是6岁了可以上学，他1年级是在江东区上的学，入的学。2个呢也都是插到班里了。比较好。然后你爱人就过来了，也来这边了。对，他是83年的8月份来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都安定了。孩子们也念书了。对，孩子们都已经不太会说中国话了。他来的时候。完了那个来了以后，逐渐的。我那小儿子到现在他也不会说中国话。明白。他毕竟那么小来的嘛。对呀，他来的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寻思已经都安定了嘛。我是想，工作，那个老是干临时工，就是将来已经就打算在日本住了。那么老干临时工的话，将来生活老了怎么办呢？你学日语了吗？开始？我没正式像那个他们那么样学日语。我都是那个一边干活一边学。再一个呢，就是人家说我就偷听，有的时候吧走路，他那个我的时候走路吧，那2个人说我就认真的听他们。他们说站着那个等信号的时候，听他说什么？对呀，他说啥？他说你妈妈怎么样了？他说阿姨卡瓦拉兹。
我就学会了啊，阿依卡瓦拉兹，阿依卡瓦拉兹什么意思？对吧？慢慢我就回去就查，我说阿依卡瓦拉兹是什么？完了就是啊，还是老样，还是老样子，就是自学。哎，对自己学，完别人吧，就干活的时候吧，你比如说我那个我什么活都干了，扫地。擦厕所是那个没有端盆子端碗洗碗，什么都干了，反正反正那个时候活也非常好找，他哪都要，你不会说话他也要，那个时候活可好找了，然后那个我一边。别人说啥我就听啥，听完了我就慢慢记。有的时候自己学，有的时候就写在手上。我老带着个笔，完手上写，胳膊上写。慢慢自己记，自己学习，自己复习。完了那个回家那写在纸上，回家贴厕所上，怕忘了，这哪块都贴。慢慢的，反正也差不多，基本上能听明白了点儿。慢慢就学会了，慢慢听后来我就觉得这工作这么样不行，我们家你孩子还有那么好几个孩子，这样将来怎么办？找个正式工作。对啊，我就想找正式工作。那一次我就上和律师那去了。我说你给我帮助我得到国籍，我谢谢你啊。我说可是你光有日本国籍，我没有工作，我将来怎么生活呀？我说你能帮我找个活吗？找个工作。完了他，就说我这嘎达呢，也给中国办那个国籍，你会中国话，我也需要中国话。那你就先上我这儿来试验试验吧。要行你就行，不行就再说。对。原来他还想让我给他上他家里去，给他当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卡西夫，叫中国话怎么说？叫当保姆给他那啥。我说我那不干，我伺候人不会伺候人。我说那我不干。后来他说那你就上办公室，先试验试验。完了。我一寻思，这是好活啊，这个地方多好啊！律师事务所。律师事务所啊，我说这好活啊，上哪找去？我怎么我也得把这活给他应付好，对应好。对，我早上人家9点上班，我那9点半上班，我8点就到，我7点半有时候就到，我比他们去的早，我就把屋子都给他收拾干净利索，桌子全给他擦干净，回水都给他烧好的。完了，他们来了，一看，哟，这咋这么干净？都挺好的，桌子都可干净，摆的可整齐了。慢慢，我老是这样啊。完了，时间长了，1个月了，他们都对我印象可挺好的。完了，卡瓦医生，过了1个月了，大伙对你印象挺好，接着干吧，再干3个月就在这工作吧。完了我又干，我天天早上去早点去，天天干。完了，就我这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保住这个工作。因为我画画不好，是不是啊？你也咱做点别人做不了的。对呀，别人干不了的，别人不愿意干的咱干。对，完了慢慢适应吧。对呀，我干了3个月，行，再干半年。我又干了半年，然后1年又整到2年，我再2年，我说卡瓦医生，你也太干啥了吧？我2年实用工啊，你那完了，他说啊，那行，这个今年就给你转正，就给我4月份开始给我转正，转正我做正社员也做了20年，我是87年的2月3号进的他事务所。天哪，你记得真清楚。我记事务所，这是我这个大转折嘛。明白。里程碑。这89年的4月1号当的正社员，2年，然后接着就搁他事务所就干起来了。当我干到第3年的时候，那个原来我都是跟着一个人家日本小姑娘哈，人做她的，我是帮着她干活，对吧？辅助她。那个就说中国话的时候我能起作用，别的我起不了作用。后来
他家就有事儿了，他就不干了。哦，我说卡哇伊先生就说这回该你独当一面了。哎，我说那咋办呢？我说我哪有那个水平啊？等你看，要是那样的话，你什么都得做，对那个申诉书啊，什么资料全都得自个儿做，然后那个裁判所。书记官你也得跟他打交道，调查官也得打交道，应对的事情太多了。那个法官要让你出庭，你也得出庭。说我说我哪有那个水平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干。这卡哇伊先生，你要不干你就别干了。哎呦，我这寻思，哎呦，没办法了，我这咋整？后来我就说，那我寻思吧，我寻思一宿，我明天给你回答。完了，第二天我晚上我怎么寻思我也睡不着，怎么寻思也不行。后来第二天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那实在没办法我就干吧。是。我说试试吧，我要实在干不了，你看着不行，你就我就不干了。完了结果还挺好。不过大伙儿就是那个哎，真帮忙。你看我翻译成。因为咱那个水平，那个时候的水平，翻译成用日语翻译成中文，用中文翻译成日语，都得是我。然后我翻译完了，我就让他们别人检查一遍。是。哎，我说怎么样？你看你能看明白不？是。能完了，他们都帮着我修改。哎，修改完了以后再交到裁判所。是。就这样待了，慢慢的锻炼，慢慢锻炼的。一直到我60岁退休的时候，卡哇伊先生说。这回你该退休了，我说的不干，我说我年金不到，我刚正社员我才15年呢，对吧？我说再加5年，我干20年，我再退休。他说咱们法律事务没有那个规定60岁，完了行算了，那你就特殊吧，就你一个人65，别人都得60退休，哎，就给我延长到65岁。我刚进这事务所，有好多事儿，真的可难了。那肯定。我第一法律的问题是啊，你想多难？那坐在这么桌上都是这样，这大家的那个什么哈，都那秘书一个律师一个秘书一个，那个事务所我去的时候30多个律师，哇，30多个秘书，哇，还有干别的的呢。这么多人啊，那可多了。我记着我刚上这事务所不敢接电话，人家来电话都得接电话，因为我来的早啊，人都没来了电话我要不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刚去好像是第3天，完了来电话，我就寻思我接不接呀？哎呀，把我急的，我说这怎么整？他那个电话，他不是说叮铃铃的掉没人接，他就再放一次不来了，他老接，老是连着，哎呦，这怎么整啊？把我急的，我这心里头就不行了。后来我就狠呀，我就把这电话拿过来了，完了我就毛西，卡哇伊他给我西你西姆拉伊诺维后来这吉姆晓得狗扎伊马斯，我就说完了。完了，我说姨妈，现在那个不是上班时间，我说上班时间是9点以后，我说请你9点以后来电话。我说完了，我就赶快撂下了。完了，后面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真行啊，把这事务所这么长的你都能说呀，连我都说不上。我回头一看是和律师啊，他在我后面偷听我打电话呢。哎呦，我这一下子，我这是这个什么事儿吧，都可一步一个脚，一步可难的。是。完了，后来正好是那个头一回嘛，过年我是2月份嘛，完了2月3号，正好新年会吧，就那个就是说开新年会，就是我们几个人啊，就管这个那个归国者入籍的事儿。几个人，有6、7个人嘛，连律师带事务员带那个千野诚志，就是那个志愿者，也就是7、8个人，我们就去新年会。完了那个时候呢，就说哎呀谁死了？你说这么可怜，你说这个归国者死了你埋葬，
你还得有坟地，后续的事情买坟地，你知道那时候得200多万，我们才挣几个钱儿啊？上哪攒200多万去？我们不可能有那么些钱。那时候应对的都是这些归国的人，是吧？就你们那个律师事务所？不是，这我们就是一点儿，就是几个人，那些都是日本那个律师。担当的律师呢，有个叫安田的安田律师，我跟他，还有一个事务员，我们3个人是做这个的，再加上和律师，再加上那个千野诚治，完了还有几个帮忙的，就是我们这7、8个人，完了说这个，完了说，哎呀，你看那谁家那个死了，所以就把那个骨灰就高在那个什么。大衣柜顶上了，说的还有的说你就高那骨灰就高在那个床底下了，完了卡哇伊先生说能吗？净瞎说可不真的咋的呀？说真的，完了好，我们几个人都说了，他说哎呀，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完了他当时就说，那行，我给我爸我妈买了块墓地在多摩园。还有老丈人的那个墓地，他们是挨着的。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捐给你们。当时他就说了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，哎呀，我们说那太感谢了。后来就建这个墓地，就是写的是归国者墓地。然后是那时候海部嘛，海部是首相，由海部首相提的词，归国者墓地。然后这个钱呢，全是卡哇伊和律师，地也他买的话是500万，好像是那个时候，真了不起。完了呢，建这个碑，建这个底下挖这个坑，挖的底下是400多人吧，是500人，400多能埋400多人，挖下来那个坑，就是共同墓地嘛，然后一共花了2780万，好像是。这2780万呢，千野诚治到处去基金，完了给寄了70万，剩下钱全是卡哇伊身上拿的。真了不起。那后来怎么找到自己的父母的？然后我就在这个来寻亲，那个时候后生省每年都有那个上中国孤儿来日本寻亲，有这么一个通道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来了呢，就在那个代代木公园有个青少年青少年中心，就在那里头。他们来了，搁那里住，搁那儿吃，然后搁那个电视台什么的都去。都在那嘎达帮他们照啊，那个写啊，就是让他们寻亲啊，全日本都可以看。他们来的时候呢，有一项呢就是日本国籍。什么是日本国籍？讲这个，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概念。哎，对。然后呢是和律师讲，我呢去做翻译。这已经好多年了。都已经我来日本13年了，不是，我叫金村明子已经13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天和律师讲完了，他就回家了。我那天也巧，那天我就没吃饭，我讲完了我就觉得可饿了，我就下了上那个下面不有那个沏茶店吗？我就上那去买了一个胖。买了个面包，我就买了个面包，买了个茶，我就坐在这个窗户跟前儿这个桌子上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往外边一边吃一边往外边瞅，看那些孤儿吃完了以后，晌午吃完饭不就在那里头，我就瞅着他们，然后突然搁这边呢，后面就来了个人，就说我坐这边行不行？我一看是个日本老太太。然后我说：“那你坐那呗，坐那吧。”日本人是这样，他坐你旁边，他要问你，可不可以？我可不可以？我说：“那你坐那吧。”他就坐我跟前了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中国话说那么好啊！”我说：“我就会说中国话。”他说：“你不是日本人吗？怎么就会说中国话？”我说：“我是50年前留在中国的残留孤儿。”他说：“他说我妹妹也是50年前留中国了。”我说：“那留什么地方？”
他黑龙江省。我说我也是黑龙江省。啊，他说你黑龙江什么地方？我说牡丹江。他说我妹妹也是留在牡丹江了。哎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说我说我认识牡丹江好几个孤儿，不少孤儿。你妹妹什么情况？我还不能帮着你妹妹啊，帮上你忙呢。另外我在法律事务所，我有不少孤儿的资料我都知道，我都看到了。我说的我不能帮上你忙呢。完了他就问我，他说你中国姓什么？我说姓徐呀。他说不是。他俩相互对应。他说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妹妹姓李的家。哎，我寻思我当时也是给的姓李家呀。我说我当时也是姓李的家。他说那你今年多大？你哪年生？我因为我养母报的我是1945年呢。我说有1945年，他也摇摇头，不对，我妹妹是44年。完了就这么说上了。说后来他说的你什么情况留下的？完了我就说，我说我妈妈领着我2个姐姐背着我，完了把我放在姓李的家，完了后来姓徐的家把我买去的。他说的那你能不能把那个当时你妈妈在那个时那个图给我画一下？完我就说这是牡丹江车站，这是日本难民收养所，就给他画，我就给他画上了。因为当时完了我说这条街是太平路，完了这个什么这个七星路紫云街什么的，这个是日本人街。我说他呢我就把我放到这个姓李的这家了，给他描述。我画到这块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就嘚瑟这样事儿的，激动啊！他就这样，2个姐姐，就，他说的，就这家，我说就这家，他说这家姓李，我说姓李，他说后边谁？后面什么？我说紫云小学，他对，他就拍桌子，对他前面我说日本人该，他对，他说你就是我妹妹，我说嘿，我错了一回了，我不能再错了。我说那这个就这么样也不一定能正确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能再错了。我说这样吧，他俩就说你肯定是，但是他说的长得不像，不像妈妈。他说他说哎呀，肯定是。我说不能承认这个哈，因为咱们什么对呀？我说咱们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凭嘴说哪能行？我说这么样吧，明天我在法律事务所工作嘛，我说那个我问问律师，我看律师怎么说。我说你把你家的地点、电话号码告诉我，我问完了以后我再给你回复。第2天我去跟何律师说，何律师说哪有这么巧的？他说那么的吧，你那个他马上就给那个后生省打电话了，完了后生省呢就说让我们做 DNA 化验，结果一化验，那个化验是99.999，5个9，一点没错啊，完了说的确实是自卑。我们3个人化验的，这化验这个结果出来以后，后生省说，哎呀，哪有这么巧的呀？他太巧了，说别吱声，还不让我们吱声。其实我们化验完了吧，是那个7月初就知道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后生省不让我们吱声，也不让我们相认。等到7月30号开的是记者会议，在记者会议上宣布的啊。然后当时轰动的挺大。在日本都轰动了嘛，终于找到了。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您了，对吧？对呀，那个比多塔克西你知道不？是什么？比多塔克西那个班古米是他最初的一个比布利八宝，那个第2个就是我们的这个，他是那个就是很奇迹，这是奇迹。他那就是专门做奇迹的啊。他电视他就这个电视节目，他把我和我们姐姐仨都招过去了。明白。那他怎么那么巧会来到那儿？他们吧也是头一回去那个地方，
他们还真没去过。那个头一天，我姐姐说，那个大姐是在长野县，松本市，我二姐呢是在赤城县，她那个头一天晚上给我二姐打电话，说我明天啥事没有，说那个孤儿来了，咱上那去看看去吧。完了呢，我二姐说，那我也没事儿。他俩是在上野记的河，完了一块儿去上那儿的。你说这个巧不巧？你说这太巧了，太巧。他们很激动吧？啊，他们也特别都很激动啊。那我大姐和二姐当时那都嘚瑟了，这样式儿的了。他说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他说。因为他们年龄大一点，可能对呀，他们有记忆，对吧？我吧，那个时候，避难的时候是我二姐背着我，你二姐才6岁，6岁背个10个月的孩子，而且是避难中，又吃不饱，又得跑，又得挨饿，你说那孩子他愿意背吗？他可能这老是不愿意。你看我妈妈背着我哥哥，还得拎我这个时候我有个4岁的姐姐，还得拽着4岁的姐姐，还得背着我哥哥。你说他哪有那个精力呀？然后没办法，就说我二姐老不愿意呀。他一个小孩他能愿意。后人找到我的时候，二姐对我最好。二姐说，他那个儿子。那个他去世的时候，他儿子说，他说就记得他妈妈说，我一定要找着我这妹妹，因为是我的原因把我妹妹扔下了。他说他这一生他都觉着不得，好像对不起我，亏欠你，我带着你，你不就不会留在那儿了？他是那么说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个那么小，而且是战争，也不一定回来。卡哇伊身上的那个。弟弟还是回来坐船，死在船上的吗？没有吃的，没有啥，他不饿在船上，扔在大海里了吗？一样。那你觉得，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战争呗？没有战争就有了战争。我是这么想啊，虽然是日本是帝国主义是不好，对不对？他是发动了战争。但是呢，给中国人民也造成了痛苦，给日本人也造成了痛苦。但是这场战争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战争了，那是不是人们都不用是看着炮火硝烟去死啊？是。他死也是老死病死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家破人亡啊。所以说战争是最大的危害，就是战争。我不管谁，我们都应该反对战争。只有和平才有幸福。是的，经常在那个川崎站看到一些老人在那里发传单，反战一定要反战。所以当时就是日本的很多民众也是遭受了这个战争的痛苦，对吧？那中国人不也是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战争给人们造成了痛苦，你就不能再知道了战争不好还去战争，那还叫人吗？对，是的。